那边师姐微弱的呼唤声同时响起。阿宪。魏无羡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，他跳下屋脊，一边粗暴地拨开厮杀的人群，一边大喊：师姐！不只是他，江澄、魏婴也听到了这个微弱的声音，瞬间魂飞魄散，都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：师姐！魏无羡疯了一般冲过去，他知道江厌离会出现在哪里，知道江厌离什么时候会被凶师攻击。这次他有时间，这次他一定要保住师姐的命，这次他一定要改变整个轨迹。他奋力向江厌离的方向伸出手去，仿佛只要抓住他的手就可以护住他的平安。他的手已经离他只有半寸了，只要再一步，再有一步，他就能把江厌离保护在身边，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江厌离白皙的手指已经触到魏无羡的手指了，魏无羡甚至感觉自己已经感受到他的温度了，而江澄和魏婴还在奋力地拨开人群。奇怪的是，除了魏婴此刻脸上的惊疑不定之外，江厌离和江澄对他的出现并没有任何的反应。就在魏无羡抓住江厌离手的瞬间，一具凶尸出现在了江厌离的背后。停下来！停下来！给我停下来！在那个自己的大吼声中，凶尸举起长剑，一剑划开了江厌离的背。江厌离再一次摔倒在了地上。不要！魏无羡大吼一声，疯了一般扑在江厌离身体上方。凶尸却再一次举起长剑，要对着他的背划下。忽然这时，一道蓝色剑光飞旋而来，削飞了凶尸半个身躯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时间不对。魏无羡的脑子一团糟，他想不通为什么江厌离被攻击的时间会提前。那个镜中人明明说了，所有事件正常发生。对了，镜中人，那个镜中人说的话，不受控制的意念相反。是自己的肉体接触到江厌离的一瞬间，魏婴无意识操控凶尸攻击了他。魏无羡瞬间后悔的想用头砸地，但是他知道他此刻应该做的是立刻远离江厌离。而魏婴和江澄也已经赶到，魏无羡刚想站起身来解释一下自己的出现，让他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江澄看也没看他一眼，手径直穿过他的身体，直接抱起了江厌离，颤抖着探出手去摸他的脉搏。怎么回事？魏无羡懵住了，他站起身子，不敢置信地拍拍自己的脸，有触感。魏婴也已经推开了蓝湛，扑跪到江厌离的身边。魏无羡猛然抬头去看蓝湛，入眼却是蓝湛眼中的血丝，发红的眼眶。蓝湛哭了。魏无羡知道自己这趟来会有各种他可能不可承受的场面，但是没想到再来一遍他还是搞砸了。我没有好好对蓝湛，没有保护好师姐。蓝湛像江澄一样，没有看到魏无羡，转身又去救援各个同门与非同门，只剩魏无羡呆呆地站着。下一个劫难是那个杀了师姐的少年。看着被江澄抱在怀里的江厌离，苍白的脸像一根刺，狠狠扎进魏无羡的心。他的眼中渐渐浮起血丝。那个少年绝不能靠近师姐。正如此想着，他就看到一个持剑少年一步一步向魏婴逼来。魏无羡闭了闭眼，他知道这一次应该怎么做了。如果他现在不可接触这个世界的人，那必然无法拿剑，更无法对那个少年产生任何伤害，就只能靠魏婴与他的相反行为来阻止那个少年了。魏无羡已经有了计划，只是这个计划让他微微有点烦恼。五指插入发中，随口咕哝了两句：希望蓝湛还没到，否则我就完了。胡思乱想之间，那少年已经走到了魏婴的背后，双手颤抖着举起剑来，眼看着就要一剑捅下。魏无羡眼一闭牙一咬，低骂了一句要命，就硬着头皮冲了过去，从背后一把虚空抱住了他。与此同时，伏在地上的魏婴眸光一闪，一具凶尸就已经风一般卷了过来，同样手持长剑，没有丝毫停顿，对着魏无羡的背就是一剑捅去。长剑穿体而过，直接将少年和抱在他背后的魏无羡捅了个对穿。温热的血溅在二人之间，黏腻的让人难受。魏无羡在他背后也被一起捅了个透心凉，却因为没有实体而没有任何血液飞溅。我是要死了吗？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法，死得太简单了吧？会不会回到原世呢？
魏无羡摸了摸自己被刺透的胸口，感觉有点不对。怎么不疼？他尝试着轻轻地、慢慢地将自己的身子往外扯了扯，却发现没有一点感觉，胆子就大了很多，便直接横着自少年与剑之间走了出来。果然无事。魏无羡心中暗爽，挺了挺腰板，站在魏婴身后，冷眼看着倒在地上的少年。那少年的眼依然瞪得很大，却因为看不见魏无羡，而把所有的怒气与不甘都砸到了魏婴身上。魏婴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只一味盯着江厌离，握着他的手，等着他对他下达最后的宣判。江厌离断断续续的道：“我是来跟你说。”这一次，魏无羡和魏婴都跪在了他的身边，好好的听着。然而下一刻，江厌离就重重的咳了一声，失去了意识。阿姐，师姐。江澄和魏婴当时魂飞魄散，魏无羡也蓦地瞪大双眼，眼前发黑，就是一阵天旋地转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魏无羡感觉有些晕，不知是力竭还是困倦。太困了，他想就这么睡下了，终是没忍住，身体真的是想到做到，腿一软就向一旁栽去。这次不会有蓝湛来接了吧？蓝湛，我好累，我好想你。然而在他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突然有一阵檀香袭来，下一瞬他就软倒在了那人怀里。我又来晚了。蓝忘机低低的声音响起，魏无羡觉得有些玄幻，他仍然只迷糊了一瞬间，就又被那熟悉的香味唤醒。是个梦吧？蓝湛怎么能接住我？我不是没有实体吗？他眼睛倏地睁开，猛然直起身子，眼前的居然是长大了的蓝忘机，他的蓝湛。然而眼睛里还没来得及盛上欢喜，下一刻他就想起更为重要的一件事。蓝湛，你快看看师姐，她只受了伤，怎么会？连招呼都忘了打。蓝忘机眉头紧锁，两步走过去蹲下，探向江厌离的脉搏。江澄依然没有反应，但是魏婴却目光雪亮，眼睛立刻锁在了蓝忘机的身上，紧紧抿上了唇部发一眼，而微微颤抖的手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狂风暴雨。蓝忘机只叹了一下，就转身对魏无羡道：“失血过多，暂时昏迷。”又转手对仍紧盯他的魏婴开口，淡淡的声音中是掩饰不住的温和：“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，江姑娘需尽快止血。”魏婴机不可闻地嗯了一声，迅速从江澄怀中抢过江厌离的躯体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，匆匆撞开人群和刀剑向殿外冲去，身上被捅了不知多少道血口子。江澄怀中一下子空了，又看不到一旁的蓝忘机和魏无羡，火气暴涨：“魏无羡，你给我站住！”暴喝一声就撒腿追了出去。魏无羡长出一口气，见到蓝忘机的那一瞬间，他心中其实已经大大的一定，一把挽住蓝忘机的胳膊：“不说别的，先去看师姐，再说后面的事儿。”蓝忘机道：“魏无羡迈了两步，又想了想，用食指和拇指圈了个圆，一声诡谲尖锐的哨声响起，凶尸们顿时定住，咕噜着嗓子慢慢伏了下去，不去看周围或惊诧或庆幸的人们。魏无羡对蓝忘机展颜，露出了他进入镜中世界后的第一个笑容：“走吧。”因没有实体，一路上并没有人能看到望羡二人，也就无人阻拦。他们跟着魏婴和江澄到了不夜天城外，看着江厌离被医馆大夫接过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然而这口气还未松到底，江澄忽然抬起拳头，冲着魏婴的脸砰的一声砸了下去。江澄一定会暴怒，魏无羡并不意外，魏婴也不意外，因此魏婴只踉跄退了两步，伸手抹了一下嘴角蜿蜒而下的血迹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什么话也没说。但是蓝忘机却突然眼神一凛，刚刚见到魏无羡之后解冻的面容又迅速覆满冰霜。魏无羡一看他脸色不对，急忙伸腿出去拦住蓝忘机，准备迈向江澄的脚，同时一手抓住他的胳膊：“韩光君息怒，息怒啊！他活该被打，让他长点记性也好。再说你也打不到江澄，他也看不见你，你连讲理都没人听的呀。”蓝忘机看了一眼死命拦着自己的魏无羡，面色稍霁，却也不甚和缓，半晌才僵硬地点了下头。那边江澄已经开始对魏无羡咆哮起来：“
你不是说能控制得住吗？这就是你说的没问题。他甩出紫电，滋滋作响的电流在几人的静默中格外明显。魏无羡，我告诉你，我家已经被你毁了。如果我姐有个3长2短，别以为我不会杀你。